Hello，欢迎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看看一部很重要的佛教经典《华严经》。华严经。对，特别是里面的净行品。我们手边有一段这个讲解录音呢，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，怎么在生活中一步一步亲近我们的身口意。对，华严经地位真的很高，大乘佛教里，常被说是那个富贵的华严。富贵华严。对，那净行品又是精髓之一。希望这次讨论能带给你一些豁然开朗的感觉啦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从头开始。这个讲解一开始就点出来，净行品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。一个提问。对，就是那个智首菩萨，他去请问文殊师利菩萨，对，问说，一个发心修行的菩萨要怎么做，才能让自己的行为讲话还有念头都保持干净，不被污染？就是讲解里讲的，达到那个不染、不害、不吃。对，不染不害不吃。这里有个关键，就是讲解特别强调说，佛法看修行是身、口、意这三个都一样重要。我们的行为就是身体做的，言语、嘴巴说的，还有心里想的那个起心动念。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，变成我们的业力。业力。对，这个业力就决定了我们未来要去哪里，是继续轮回呢，还是走向解脱？哇！所以净行品谈的其实就是一条路，透过净化身口意，从根本改变命运，最后圆满觉悟的路。了解，所以身口意三者是关键。那接下来讲解提到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概念，就是那个三毒对，三毒，贪嗔痴。讲解还把它们叫做毒，哇，这个用词很重为什么这么严重啊？这个比喻很有力道。讲解者强调说，叫它毒，是因为它们就像剧毒一样，一直污染我们的身口意，是我们在生死苦海里轮回的根本原因。根本原因。对，你想想，世间的毒顶多伤害我们这一生嘛。但这三种心毒，讲解说它的毒害是生生世世的。哇，生生世世。特别是吃就是那个愚痴、错误的见解。讲解者甚至觉得这个是三毒里面最可怕的。为什么吃最可怕？贪跟嗔不是也很直接吗？对，贪跟嗔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，但是吃呢，会让人做了坏事自己不知道，甚至觉得自己是对的，这样就完全没有反省修正的机会了吗？这样讲很有道理耶。就只会一直累积坏的业。所以智首菩萨问那个不染不害不吃，就是直接针对这三毒来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既然知道是中毒了，讲解有没有给解药啊？我们要怎么从这种中毒状态转向清净呢？有，当然有。讲解说解药就是修三学。三学？对，戒定慧。戒定慧。讲解的思路是，要转化被贪嗔痴控制的身口意，就要靠持守戒律，就是戒，修习禅定定，还有开发智慧慧。这三个是互相帮助的。讲解也提到，这不只是为了求下一次好一点那种人天福报，那个算有漏善业。有漏的。对，更根本的目标是为了彻底解脱成佛，那个才是无漏善业。无漏善业。对。同时，讲解也点出来，修行是有次序的，要一直努力精进，达到不退转。不退转。最终目标是证到像高阶菩萨那样不动地的境界，身口意就完全清净稳固了。讲解里面还有一个说法，说离烦恼跟随智慧是一体的两面。这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是对我们还在学的人，具体可以怎么做呢？这个问题很实际。讲解的意思是，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啦。烦恼少一点，智慧就亮一点；多用智慧做事，烦恼的根就少一点。虽然说完全圆满的境界很高，但是讲解者鼓励我们从每天做起，练习少烦少恼。少烦少恼，这个比较可行。对呀，不是说一下子完全没有，而是有意识的减少它，智慧就会慢慢长出来。这也连到另一个练习重点，看到别人好的行为、
好的功德时，要练习随喜赞叹。随喜赞叹，就是经文里那个应赞叹，不要心里嫉妒，能真心的欣赏赞叹别人的好，这本身就是在修菩萨道了。哎，这点蛮重要的。还有那句我记得讲解里有提到，听起来很有力量的话。对，讲解特别提出来，慈悲没有敌人，智慧不起烦恼。对，就是这句。讲解者甚至说，这像是一个很有用的咒语。咒语。这句话妙在哪？它点出一个心理运作。当我们心里练习慈悲，看外面的时候，那种对立感、冲突感，所谓的敌人，自然就少了。心里的烦恼也跟着变少。烦恼少了，心静了，智慧就比较容易出来。有了智慧，又能帮我们看清楚烦恼是怎么回事，就不容易再掉进去，变成一个好的循环。哇，这样听起来，今天我们从这段讲解里，算是把净行品的核心关怀，就是怎么清净身口意，给弄清楚了。对，从认识贪嗔痴这3种毒，到了解戒定慧这个解药的方向。是的。而里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讯息，可能是讲解一直提醒的，透过持续的觉察和练习，转化是绝对有可能的。有可能。起点就是每天去关照自己的每一个念头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为。这不只是个人的功课，更是走向更宽广的菩萨道，最终成佛的基础。那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带回去想一想。讲解里提到，即使是那些被贪嗔痴驱动，看起来好像能带来一点短暂快乐的行为，比如说满足一下贪心或者发泄一下脾气，但它长远的结果，讲解用的词是非常悲惨。对，非常悲惨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试着去更深入的想一想，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好像很小的念头、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它们背后可能牵引出的更长远的真实后果到底是什么？这样的反思会怎么影响我们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呢？